前阵子我们刚制作了一集在讨论女生该不该服义务役哦，那底下的留言呢，其实大家真的都蛮认真在讨论各种关于服役的事情。那今天我们就接着来讨论另外一个国防题目——演习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祺。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看到前立委候选人吴怡农跟前国防部长冯世宽在隔空讨论全民皆兵的事情？那这可能不是这两个人第一次针对国防议题意见不同哦。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在今年7月初的时候，发生了一起令人遗憾的悲剧。当时海军陆战队在进行汉光演习的预演，结果发生了交艇翻覆的意外，造成了2名国军弟兄死亡，而1名呢则是昏迷。那当时吴怡农就曾经对这件事情提出评论说，我们军队的训练呢，长期以来大多都是为了表演需求，而汉光演习就是每年最大场的表演。那这样子的评论呢，之前就引起了冯世宽前部长的反对。他说，能够表演的这么好也不容易。而不仅是冯世宽哦，当时三军统帅蔡英文总统呢也表示说，吴怡农的说法不尽公平，呼吁大家呢都要替国军加油。而国防部还发了一支影片说，国军从不作秀。那演习的意义到底是什么？这个题目呢，也成为了77频道7月份会员专属的议题许愿池票选第1名的题目。所以我们今天呢会从万安演习开始，再来讨论一下汉光演习，然后就好好的来聊聊说，到底演习有什么样子的意义。讲到演习呢，大家马上会想到的应该都是那些有着飞机啊还有坦克的军事演习画面。不过在讲到实战演习之前，我们想要先来讲一下的是，大家一定都有听过甚至是有参加过的万安演习。那相信大家应该都有经历过，在下午的时候呢，突然间警报大作，然后好像有人按下时间停止器一样，路上呢所有的行人啊跟车子都不动，整整半个小时的时间都只能待在原地或者是室内。那这个场景呢，可以说是我们台湾人的共同记忆，也是万安演习的标准流程之一。它是军民联合防空演习的行动代号，从1978年开始呢，就每年举办，到今年7月为止呢，已经是第43年了。而它最主要的功能呢，就是要训练大家进行防空疏散避难。对现在的我们呢，可能有点难想象战争到底是怎么样一回事。但回到那个还没有戒严，我们的政府还在高喊着消灭共匪啊、反攻大陆的年代，战争这件事情跟一般人离的并没有很远。而万安演习这种军跟民之间的共同演习，最主要的目的呢，就是要让大家知道，如果遇到了敌人的空袭时，我们该做什么样的事情，该躲到哪里，还有该怎么样配合军事行动等等。那除了一般人以外呢，不管是军方还是政府的各个机关，也都会透过演习的机会来知道自己在战争时候的任务是什么。比方说，该怎么疏散民众，该怎么管制交通啊、封闭道路，或者是该怎么样进行伤亡的救护等等。那这个万安演习呢，在性质上是属于全民防卫动员的演习。同性质的呢，还有像是检验物资动员的自强演习，以及动员后备军人的同心演习等等。那这些演习的目的，都是希望在战争的时候能够让民间的力量发挥支援作战的效果。但还有另外一大类型的演习呢，就真的是我们想象中的那种作战演练了。我们在影片一开始提到，在7月发生伤亡意外的呢，就是来自于汉光演习的预演。这个汉光演习呢，是我们整个国军的3军联合作战演练，跟万安演习一样，也有几十年的历史了。那汉光演习最主要的假想敌一样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解放军，而整个演习呢，包含了电脑兵棋推演，还有后续的实兵演习。而演习的训练呢，就涵盖了登陆还有反登陆的作战，还有空降啊跟反空降的作战，以及陆海空3军的联合作战等等。那除了汉光演习这种3军共同作战的演练之外呢，军队里面还有着大大小小各种代号不同的演练。比方说这几天呢，空军就在花莲进行了5个战术战斗机联队一同参与的天龙演习，而海军也在这几个礼拜进行空层空运的专案操演。那这些演习呢，有些是年度的例行演训，而有些呢则是有着特殊的目的，或者是因应某些局势的变化而进行的专案演习。但不管是前面讲的万安演习，还是这些实战的演习哦，其实长久以来呢，好像都蛮备受批评的。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看看这些各种对于演习有意见的声音到底是怎么想的。
这对演习呢，我们可以看到的批评可能大致上可以分成2大类。第一种呢，就是扰民。就拿刚刚讲的万安演习的状况来说呢，很多人就是无法理解说，为什么下午1点半一到，在路上的人呢就要跟木头人一样不能够移动，而室内的人呢也不能够走到室外。而不仅是万安演习实战演练的汉光演习呢，也曾经引来不少民怨。像是恒春呢，就有好几个地区都有演训基地，而每年国军呢也都会在这些地方进行演习。那演习的项目呢，就包含了像是炮击啦、直升机，还有战斗机的凌空，还有炮击海面这些。不仅呢相关的噪音啊，还有剧烈的震动会让当地的民众很痛苦，房子呢都还因此受损，甚至呢还可能有误击民众的风险。而第二种批评呢，就是觉得演习的内容根本就不符合实际的需求，搞错方向，甚至呢可能都是在作秀啊表演居多。比方说针对万安演习呢，就有不少人觉得你如果要扰民也是可以，但应该呢要变得更有意义一些。像很多人根本就不知道在每次演习的那段时间到底自己该做什么样子的事情，也可能会想说，如果目的是防空演习的话呢，那好像应该要好好的训练大家到底遇到空袭的时候该怎么做，看是要该找个地方躲起来呢，还是有没有像是地震来了的时候可以照着做的指示之类的。但绝大多数人呢，对于万安演习的理解就是只有那30分钟呢不能够移动，很麻烦而已。那在实战演练的部分呢，就像吴一农说的汉光演习的实际状况呢，跟国家防卫的这个作战可能面临到的真实情境有着太多的落差。目前的演习呢，大多呢都是要让画面好看而已，而不是为了要达成实际的国防训练。而馆长在7月的时候也曾经声援吴一农说，国军长期以来最令人诟病的就是表演大于一切。比方说，只要长官一来呢，就特别重视扫地啊、割草啊、擦枪，还有背口令这些比较像是表面功夫的事情，而没有把演习的重点放在实战的演练上。不过，对于这些批评呢，我们也有看到一些不一样的看法。首先，针对扰民的这点呢，有人就认为如果真的要达到演习的实际作用，那么扰民可能是很正常也是必要的副作用。就拿地震啊或者是火灾的逃生演练来看好了，在没有灾害的时候呢，大家可能都会觉得说要听这些讲习啊、训练该怎么躲啊、跟怎么逃跑很麻烦。但真的当发生事故的时候呢，这些演练的内容可能真的可以救自己一命。那防灾的演练跟军事相关的演练其实也是类似的，或许呢就是得要透过这些跟一般生活节奏不太一样的训练，才有办法为真正的战争状态做好必要的准备。不过这些扰民的必要性呢，可能有个前提是这些演习训练的项目要是真的有意义的。那至于意义是什么，可能可以回到演习最一开始的目的去思考。如果演习视同作战，那应该真的要让它像个作战的样子，这样子才能够真正的达到演练的效果，并且透过演习时发现的缺点去改进啊，去调整。那对于演习是作秀还有表演这样子的批评呢，我们有看到一些蛮有意思的分析。有人就认为说呢，演习的作秀其实也是有意义的，而且这个意义呢，就在于作秀要做得到位跟做得漂亮。因为敌对的国家对于这些军事上面的一举一动，一定都是非常注意的。那一场好的演习，有的时候是可以适度的向敌方展示说，我很强，你不要轻举妄动，甚至也可以故布疑阵，误判敌方的判断。而除了对外的展现呢，有的时候这场秀的主要观众更是国内的民众，因为在中国持续的武力威吓啊，还有新战的威胁底下，适度的展现国军的能力，有助于增强全民的国防信心。而这种士气呢，有的时候反而才是真正作战的时候，能不能够撑得下去的重要关键。所以这种定点射击啊，或者是一次好几架战机一起进行特技飞行表演等等，他们的目的未必是要复制到实战上面，反而是透过媒体的传播，让大家知道我们的国军实力其实是很强的。其实整集这样子看下来呢，我们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对于演习的正反方意见其实并没有那么的针锋相对。至少呢，我们可以看出来，大家都有一个共识，是演习其实是重要的。那即使是有些是单纯的只是展示武力啊，或者像是表演的场合，但整体来说呢，演习还是应该要尽量朝向演习视同作战的这个方向去进行。那我们也能观察到，绝大多数对于演习的批评呢，都是从自身的经验出发的。无论是役男们呢，在当兵的时候遇到的各种表面功夫啊、虚应故事，又或者是一般大众一直以来对于国军表现不佳的这样的印象，都会让大家觉得说，演习这种事情感觉好像是很废的，然后没有什么用的。但在这样子的压力之下呢，国军反而可能会更加的绑手绑脚，演习的方针呢可能会更趋向于保守安全的演习。因为如果一不小心造成伤亡，那大家可能就会觉得说啊，国军就是废，甚至呢可能立法院呢也会急着要砍预算等等。而这样子呢，就有点像是父子骑驴一样的结果，就是国军没有办法真正进行很
精实，甚至可能会有伤亡的演习，而结果就是导致一个恶性循环。那我们也可以看到说，无论是万安演习这样子的后备训练，还是汉光演习这样子的实战演练，其实都是整个国防体系的一环，是应该要很认真看待的一件事情。那如果能够逐步的把那些不切实际、比较偏向务虚的演练，给换成是真正有用、实用的演练，那我想应该也更能够开始慢慢的建立起大家对于国防的信心，还有共同的作战意识。那这对于始终被中国武力威胁的我们来说，真的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好的，那今天的最后呢，就要来问问大家请问你对于各种演习的看法是什么呢？感觉就是在表演跟作秀嘛，应该要进行改革，比现在这样子就很好啦，应该要多多的鼓励国军。所以感觉打不赢不应该要浪费时间跟资源练习。其他留言告诉我们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军事演习就只是表演吗？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看女生应该要当兵吗？以及台湾校园中的军队文化。那么今天的777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明晚再见喽，拜拜。